他是中国巨人腿王刘策职业生涯最强劲的对手，硬扛刘策几10次卡夫踢且不倒下，最终大腿被刘策强势踢断，疼的他根本无法自行站立。经过专业的医护人员检查，他将会留下永久病根，或许他会因为这一战失利而提前退役。来自巴西的马查多并不是柔术高手，也不是泰拳高手，而是较为稀少的跆拳道高手。他的 KO 率高达 95%， 胜率也在 90% 左右，所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是高质量拳赛，再加上他那雄厚的跆拳道功底，很快马查多就从这个级别当中冲杀了出来，拿到6连胜战绩之后，才勉强获得和刘策打比赛的资格。无差级别的比赛马上开始，对于中国巨人腿王刘策就不过多介绍。黄色短裤是中国勇士刘策，灰色短裤是巴西跆拳道冠军马查多。比赛一开始，刘策率先给马查多来了几次腿法进攻，刁钻的腿法进攻有点让马查多难以接受。在此之前，刘策已经踢废了一位世界冠军，这一次他还会用刁钻的卡夫踢制裁马查多。无差级别的比赛是事故多发地，体重上的差距让刘策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但刘策依然能保持较为完善的进攻状态。中线对手的前手的直拳和前手的摆拳还是打得非常明晰的。这脚踢，刘策一上来还是会去选择用步伐去压一压对手啊，带着对手走。而且你看，36岁的一位老将，除了就是腹部脂肪稍微多了一点，身体的身形保持的还是非常好。是的，而且赛前应该没怎么样去减。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过后，应该很多国际的运动员开始慢慢的卡夫踢在重量级级别还算有点优势，在轻量级和小级别当中并不算太实用，毕竟运动员的体重可以让卡夫踢的力度增大或者减小。经过简单试探过后，马查多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就对刘策发起了猛烈进攻，完全不给刘策任何反应的机会。但这丝毫不影响刘策猛踢马查多的大腿，卡夫踢依然能照常实施出来。到拳腿的连接还是打得相当好啊！一腿上去之后，马上腿带拳的这个过程。对，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在站立端还是暴露出了刘策一部分的弱点的存在，就是比如说刚刚像韩日老师说的，就是他在拳的力量感上，就是和这场比赛的对手马查多来相比，他的力量还是要比对手弱了至少2成。是的。对，对，而且你看马查多就是挤压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这是当中的一连串的小进攻。后面我记得应该是还有一次继续把刘策逼在了围绳角。就在1个小时之前，刘策刚打败了一位世界冠军，元气受损的刘策没有休息太长时间，果断与马查多展开了激烈对抗。熟悉刘策作战计划的马查多很是自信，宁愿硬扛刘策的进攻，也不愿让刘策一直实施卡夫踢。马查多的主动出击貌似并不能给刘策带来更多的压制力。找到合适的进攻距离之后，刘策根本不犹豫，点的去磨哈，就是对手一看明显就比他更老道一些，尤其是在内围和近身的时候，一旦对手打进来之后，刘策就有点懵了。好，卡夫踢。其实刘策的整个比赛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战术运用得当，还有就是执行能力很强。没错，头脑很清晰。好，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对，我又想起来魏睿说他的一句话，说这孩子最好的2点就是第一就是听话，训练当中特别听话，然后他跟魏睿的友谊。第2回合开始，第2回合开始了，刘策的卡夫踢实施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面对一直都处于猛打猛冲的马查多，被追着打的刘策也是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先实施卡夫踢来应付一下马查多的主动出击。等待马查多进入攻击范围之后，刘策便会果断使出重拳出击。就是在中近距离去打的时候，你看这就是说刘策听话，一上来第2回合你明显感觉上肢的摇闪多了很多啊，而且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对。就第2回合你会觉得明显比第1回合打得更聪明了一些。我觉得第1回合还有一点要跟对手去硬顶的这个状态。第2回合灵动了许多。对，扛掉对手2拳，但是找机会给卡夫的低扫又一个第三个。整出来带拳，对，前手带后手。第2回合一上来，这就导致马查多的大腿不仅受到了损伤，脑袋也跟着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击。大腿受损的马查多越来越着急，他内心非常清楚，留给他进攻机会不多了。真要是再挨到刘策几次卡夫踢，恐怕马查多的大腿会不受控制的变软。反观刘策依然是在按照赛前所制定的计划进行，不是踢腿就是打头，时间短显现的不是特别明显。
真要是时间长了，马查多自然会不攻自破，自己倒下去。对，在内围之后啊，就马查多的攻击力还是相当强的。移动端有一点跟不上了。卡夫基造成的效果。又是一个自己的后头摆拳打到。马查多再也坚持不下去了，2条大腿被刘策踢得肿胀不已。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马查多的大腿会被截肢，严重的会瘫痪在床30秒。裁判为了保护马查多，不得已才终止了比赛。不得不说，马查多是真的硬，宁愿被踢断大腿，也要对刘策发起猛烈进攻。他神经传导之后，你整个的第一膝关节是没有办法发力的，然后你的踝关节会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所以你是完全。最终刘策获得了比赛胜利。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刘策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